脱产了！救主昏庸，宗术乱政。我以摄政王之身，正顿朝野，接掌大权。前朝宗室逆我者，尽数斩杀。摄政王殿下，我等深宫妇人，素不问政事，只求殿下念在血脉同宗的份上，饶我等性命。他不是来问罪的，他是来清算的。饶命！我这个摄政王在宗室眼里，何曾有过分量？不过，你们想活命，我给你们一条活路。殿下意欲如何？只要饶我性命，任凭发落。公主沈昭宁已至适婚年岁，即刻送往边陲和亲。你们一众女眷一块儿陪同吧。违命者斩！公主殿下，你可有意见？臣女遵命。万万不可！边陲千里，断崖戈壁，颠沛流离，马匪纵横，朝不保夕，此行是死路。西方边陲3年未去，白字、南路、北辙，故人可还安好？送到此处便够了。江湖路远，后会有期。不再稍等片刻？白沐风那孩子还未赶来，他对你一片痴心，只想将你留在边陲。缘起缘落，各有归途。若有缘，来日自会相见。宁儿，为师已无技艺可授，今日临别，赠你一物，也让边陲诸斗首领一同作证。师父，您授我技艺，护我安稳。徒儿早已受惠良多，万万不敢再受重礼。傻孩子，收下吧。这是边陲诸部大印，持此印者，边陲全境无人敢欺。无路不通。老兄年岁已高，不知能否再见。这枚印便是为师留给你的念想。没想到圣翁把诸部大印都给你了，以后你就是边陲圣女。多谢师父厚爱，我定会重返边陲，再与诸位相见。白子那小子终究来晚了。沈昭宁，你给我记着，待我执掌白匝，全掌诸部，定要去大庆寻你，将你取回来。大庆乃上盟，相隔千里山河，岂是你想取便能取的？那我就壮大城邦，终有一日，我要去大庆寻他。昭宁，平日里你主意最多，你给想想办法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母亲莫怕，众人畏惧，不过是道听途说，自己吓自己。典籍上记载，边陲的瓜是香的，水是甜的，汉子是会疼人的。边陲之行，或许是我们新生的开始。马上就要死了，还有心思宽慰其他人？沈昭宁一众前朝女眷，西行和亲，路途一切事宜，皆由你全权处置。臣谨遵陛下旨意。前朝余孽留着，始终是隐患。我不想再看见他们。路途之上，生死有命，皆凭天意。微臣明白，沈昭宁断然不会活着到河西。办好此事，回京之后，我自有重赏。臣定不辱命。你们这些深宫贵人也有今天，被我拿着皮鞭催着赶路。想想这一夜间，身份地位截然不同，我就想笑。大人，我们改道走官路吧，这戈壁小道太难走了。我定的路还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严惩！也让这些贵人精神精神，一路扭捏磨叽，何时才能赶到白擦城？狗贼赵御史，你故意克扣吃食饮水，舍弃官道走险路，你意欲何为？难不成真的要把我们累死在这戈壁滩里？还端着贵人的脾气呢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是戴罪之身？能从陛下那里求得一条活路，已是上天恩赐。呵呵，还不知足。
河西边陲本就苦旱贫瘠，如今走的还是荒无人烟的戈壁险路，缺水缺粮，这些贵人怕是撑不到，就要葬身黄沙。赵御史，我们一连多日未曾休息，如今这般天干地晒，可否休息片刻，避开酷暑？你说什么？想歇会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你一个御史，胆敢这般说话？哟，淑妃脾气可真大，你还以为这是在深宫呢？说好听是让你们去和亲，说不好听，你们就是流民，现在是发配边疆。你也想死啊？胆大包天的家伙，我跟你拼了！暂且安纳心绪，眼下不是多生事端的时候。入夜之后，我自有法子寻来饮水。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所有人，加速前进！走慢点，别怪我手中长鞭不讲情面。姐姐，天色暗下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快能休息了？御史大人，天色已暗，戈壁崎岖，天黑了不好走，不如安营扎寨，明日早早出发。哼，轮得到你说话？全军就地扎营，一人半个饼，1碗水，别多分了。这般娇贵的大庆公主送去边陲给那些糙汉，可惜了。路途漫漫无趣，必须从他们身上整点好处。已经有2日滴水未进了，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。我也是快了，这个赵御史不知道安了什么心，好好的大路不走，非走小道，现在迷路了，根本走不出去。赵宁，我想喝水，你别想想办法。贵妃娘娘，你快醒醒！不过一点日晒即可，便倒地不起，当真是一身娇生惯养的毛病。他已经中暑昏迷，性命堪忧，你怎能如此冷血无情？撑不住就不用撑了，既然娇气，就丢在此地，自生自灭。赵御史，你手中肯定还有多余的水，快拿出来。怎么，你一个公主也想多管闲事？我并非多事，和亲名单早已经到了河西，若有人死在路上，诸国问起来，我会如实说。最后半袋水，休整半日后出发。大漠戈壁无路标，遍路不看天地，只看沙丘风向，枯萎痕迹。弟子已熟记诀窍。给我停下，方向错了，再往前走，全队尽数困死戈壁。我走错了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能走错？大人若这般嘴硬，那我就陪大人一起死。若大人不想死，就听我的，顺着沙丘风向走势前行。好大的口气！就你也想指挥我？信不信我这一鞭抽下去，让你皮开肉烂，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这黄沙的尽头就是死路，想活命就听我的，不听，一起烂在沙子里。你选。立刻调转方向！有水，有水啊！我们走出来了！还真走出来了。你很不简单啊，宫里的书教这个？当然，你若不信，等你回去，大可自己去翻找。还想骗我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私通敌国？这可是掉脑袋的罪。说。
你若有胆子，现在便动手。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敢杀我，但是你杀不了我。你竟然会功夫？你怎么可能会功夫？该你知道的，自会告诉你；不该你知道的，你问出来就得死。怎么？你想死？不想死，不想死！我不问，我不问，快把刀放下！再敢造次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昭宁，为何还留着他？他一路刁难，早该让他。此刻虽然容易，但随行官兵尚在，贸然动手，我担心连累你们。等抵达白旗，我自会亲自动手。我们终于走出戈壁了，抵达白旗王城了。到了这里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受苦赶路了？你们就是大庆派来和亲的公主，我们大王在外征战，最快3个月才能回城。你们先去城外屯院安置，静等召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身份？你敢这般对待我？有蛇！这般破败凄凉的地方，怎么还能住人？大家快往后退！这荒院荒废太久，无人打理，定然藏着不少毒虫毒物。赵大人，这戈壁蝮蛇可是见血封喉的剧毒之物。沈昭宁一路处处与大人作对，不如属下带人多抓几条活蛇，趁着夜色偷偷放进他屋里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了结他。本官已将你们平安送到白秦王城，差事已了。从今往后，吃喝用度一概与我无关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不管我们，我们没米没粮，要怎么活？想要东西，拿东西来换；没财物可换，那就自己琢磨还有什么对我有价值。你区区一个外派御史，也敢对我们放肆无礼？哼，都落到这般田地了，还端着贵人的架子，你们早就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室宗亲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群被送来和亲的弃子。想活，就别跟我谈脸面。我们一无所有，难道真要任由他折辱才能活下去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手脚齐全，并非毫无倚仗。昭华，你去捡干柴、削木棍，做些简单捕猎工具。淑妃、贵妃娘娘，你们清理院落，周整空地，帮忙垒土灶。我去找水源。昭宁公主当真厉害，在边陲就没她不懂的。这破院子，如今也被我们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还是要多警惕些，这里本就是荒郊野地，四下无人看护，总归不安全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没人看护，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。有昭宁这丫头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都停下来！下方荒院明明早已废弃，怎么会有烟火气息？老大，你看，院里像是有不少女人，穿的还挺体面。我打听了，这好像是大庆来和亲的队伍。我娶过18国的女人，
就是没娶过大庆的公主。把刀都给我擦亮了！男的喂狼，女的我要带回去娶做夫人。不好了，隔壁土匪冲着咱们院子来了！完了，河西边陲的土匪从不留活口，他们会不会杀了我们？我好害怕！快躲到屋角，别出声。把这些女人拉出来挡枪啊！难不成你们还要我跟悍匪血拼？狗贼，你敢卖我们？你真想让我们死啊？你们死活关我什么事儿？动作快点，把女人都弄出来！闭嘴！几个马匪而已，就把你们这群男人吓成这个样子。都给我看好了，看看我是怎么救你们性命的。他疯了！哟，你就是大庆来的那位公主，胆子不小啊，敢自己冲上来。这细皮嫩肉的，在这荒漠受苦了，不如跟我回山寨做老婆如何？如我，本来还想给你一条活路，没想到你非要找死。小娘们口气倒是不小，张口闭口就是要我的命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各国的女人都玩了一遍，就是没有试过大庆的女人。你敢杀我们老大！兄弟们，给老大报仇！站住！看清楚，此乃藩国印。谁再敢擅动一步，死！他有藩王公认，这方印世间只有2人持有。一位是圣翁，另一位就是圣翁亲传的圣女。难道她就是被诸国奉承的圣女？正是我。尔等若还想动手，先掂量好下场。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殿下，我等即刻离去，恳请殿下宽恕。想走可以，将身上所有物资尽数留下。殿下，所有粮草银钱尽数在此，还望殿下开恩恕罪。滚！都出来吧，匪寇已经彻底走远了，不用再躲藏了。大家赶紧把物资搬回院内收好。太好了，多亏了公主，我们才有粮食和水源撑下去。这些物资足够我们安稳撑到王上归来，总算能松一口气了。赵大人，这些东西是昭宁拿命换来的，你这也要抢？什么你的我的？你跟土匪勾结私通，本官还没治你的罪呢，这些东西统统充公。赵御史，你太过蛮横无理。今日若非昭宁出面震慑匪匪，我们早已性命不保。这些物资是救命之物，你怎能狠心全数抢走？这里轮不到你多嘴。你们如今皆是戴罪和亲之人，能活着全凭我一路看护，拿你们一点物资理所应当。你一路克扣粮草，百般折辱，危难之时只顾自己逃命，如今侥幸无事，反倒过来抢夺我们的救命物资，你良心何在？别以为耍些小聪明就能翻身，说到底，你们就是用来和亲的物件。再敢多事，休怪我无情，随时取你性命。哼！阿姐，她太过分了，以后肯定还会变本加厉欺负我们的。让他活这么久，是我顾及上邦的脸面。既然他着急找死，那就留他不得。
大王，大宛归降，周边部族尽数臣服，此战大获全胜。大王威武！另有一桩要事，大庆叛帝意于求和示好，遣前朝一众女眷西行和亲，领头之人是前朝嫡公主。大王，末将有话直言，我河西男儿纵横疆场，何等佳人难求？大庆女子娇生惯养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不习骑射，不懂沙场，不配做我白簪王妃。你说本王娶不得？你年纪轻轻就要娶大庆女人，我不服，不能娶。那本王偏要娶，你待如何？末将不服。趴稳了，再敢造次，砍了你！说，他名讳为何？公主名叫沈昭宁。沈昭宁，竟是他！还好我赶上了。你中了蝮蛇剧毒，毒性正猛烈攻心，再晚半刻，毒素侵入心脉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你，算你命大。多谢姑娘出手相救，不知姑娘芳名，家住何方？沈昭宁，怎么我救你性命，你还打算以身相许报答我？那可没必要，我向来随心救人，不求回报。我叫白沐风，日后我便是这里的王，嫁给我，以后你在河西没人敢惹你。我可是大庆的女人，你怎么娶我？走过去娶你，隔着上千里路，那就马踏大庆，打过去娶你。先把毒解了，再说大话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即刻拔营，舍弃多余辎重，连夜启程，火速返回王城。遵命，遵命。天意如此，沈昭宁，我的王妃，这次你跑掉了。阿姐，这陷阱看着好精巧，真的能抓到戈壁里的猎物吗？戈壁猎物警觉性高，寻常方式难奏效，翻版陷阱借封杀处罚。那我好好学，以后也能帮阿姐分担。好，我教你。陷阱布置妥当，先回院等候。没想到这般荒芜的戈壁也能捕到肥硕杀鸡，公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不过多看典籍，多动手练习，熟练后便没什么难处。今日收获颇丰，有猎物，有野菜，总算能好好饱腹一顿。从前身在深宫，日日锦衣玉食，却始终人心惶惶，从未真正安稳。如今身处绝境，日子清苦艰难，可有你在一旁周全照料，心中反倒格外踏实。辛苦，退下歇息。沈昭宁3年前去过河西边陲，被诸国称为圣女，放她去河西犹如放虎归山，无论如何也要杀了她。杀了沈昭宁正合我意，这女人屡次坏我好事，我今天就要让她死。赵御史，你深夜持刀闯入，意欲何为？你敢私自持械行凶，就不怕白藏律法追责？沈昭宁，本官奉陛下密旨，今日取你项上人头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旁人不想受牵连，便速退开。胆敢阻拦者，一律按抗旨论处。
沈昭宁，你给我死！大王，他只有你说的这么神奇。当年边陲爆发100年一遇的瘟疫，是沈昭宁不顾自身安危，亲自施药，给整个边陲救活了。大王，院内有人遇险。别挣扎了，你逃不掉了。我劝你做事留一线，杀了我，你也得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在这儿，你不过是个落难公主。你真以为会有王子救你？你是谁？竟敢阻拦本官办差！好大的官威！当官当到我白色了，你够胆！对不起，沈昭宁，我来晚了。3年前我中蛇毒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可是大庆的女人，你怎么娶我？走过去娶你，隔着上千里路，那就马踏大庆，打过去娶你。先把毒解了，再说大话。你是白沐风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动我白沐风的女人！大王饶命，是沈元凯下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求大王开恩。奉命就可以来我河西撒野，今日我定要让你走不出这河西。沐风，先留他性命。这种脏东西留着也是后患无穷，不如直接宰了干净。我要让他活着回到大庆，给沈元深带个话。多谢公主救命之恩，小人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自离开大庆，你便步步算计，故意引我们走入戈壁险境，断水断粮。土匪来袭，你弃众人于不顾，拿女眷挡道。如今又揭密旨，持刃闯院行刺，桩桩件件，你可认罪？这都是陛下的意思。这些我们全都亲眼所见，你休想抵赖！证据确凿，副将听令。末将在，将这狗官重责押送出境，务必让他剩下一口气活着爬回大庆。遵命，拖下去。3年前你救下洛曼的我，如今对仇人又处处留余地，性子倒是一点没变。我留他性命从不是心软，当年救你是路见不平，今日留他是要杀人诛心。不管你作何打算，我白赵10万铁骑都由你差遣。回去告诉沈元岑，河西疆土容不得他放肆，他若再敢暗中作祟，我定要他大庆皇城鸡犬不宁。什么时候伤的？刚才对方挥刀时擦到的。忍着点儿，我早晚剁了那杂碎的手。堂堂河西霸主，待昭宁竟这般上心，连重话都不舍得说一句。昭宁真的来过河西，
在皇城的时候，我就怀疑昭宁之前来过，没想到还和白藏宁藩王有救。当年只是私坏游历学艺而已。你这包扎的手法依旧生疏。弄疼你了，我再小心些。阿姐，我们明天还住在这个破院子里吗？不住这儿了，明日随我迁入王城。我们皆是戴罪和亲之身，贸然迁居王城，恐怕会生出非议。在河西，我就是规矩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非议。今夜先歇息，迁居之事明日再做安排。风大，你在思虑什么？沈园看此人阴险多疑，绝不会就此罢休，日后定还会派人前来。来一个我杀一个，直到他彻底吓破胆收手为止。一味杀戮无法根除隐患，我们需要从长计议。先不去想这些。你离开的这3年，我日思夜想，没想到终于让我美梦成真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昭宁，我们当真要动身前往王城吗？当然，以后肯定不会再让你饿肚子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要去安全的新家了。昭宁啊，说难听点儿，我们毕竟是流放过来的。这白沐风真能真心对你，等到了王城，会不会对我们翻脸？下来。到了。骑马入城，本王亲自为你牵马，让全城之人看清你的身份。既然能让大王亲自牵马，这位大庆女子究竟是什么人？瞎了你的眼，肯定是当年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圣翁亲传弟子，我们河西的圣女啊！真没想到，赵宁在这河西竟有如此恐怖的声望。看来他身上还有不少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过往。微臣有眼无珠，不知圣女身份，竟将您安置在城郊荒废的屯院，实在罪该万死。你这蠢货，险些害他身陷死境。来人，给我扒了这身皮，拖出去砍了！刀收回去，他只是依循河西规矩办事，并无刻意刁难之举。可他让你堂堂圣女住进那种破地方。荒院本就是给战败国和亲女眷的既定安置之所。他按章办事，未曾短缺粮草，行事守规矩，便不能因我一人破例。此人依规履职，不仅无过，反而应当嘉奖。罢了，都听你的。你确实比我更懂得怎么收买人心。我只是不想让你为了我落个暴君的骂名，坏了你亲手建立的法度。时隔3年再见到你，比起当年的锋芒毕露，如今倒是内敛了不少。世事搓磨，多谢老王爷挂念。只是不知今日你站在这大殿之上，究竟是以大庆战败国公主的身份，还是以河西圣女的身份？我以沈昭宁的身份回的河西。你身为前朝血脉，难保不是想利用圣女的身份，借我河西10万铁骑去大庆复国。若我有心借兵复国，你又当如何？老子再说一遍，她是本王亲自引回来的王妃，谁再敢拿大庆说事，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。持藩国印者，河西无人可欺。大王息怒，
当年的规矩，我等12路藩王始终铭记在心，绝无二话。知道就好。开宴，为我的王妃接风洗尘。看您腿脚状况，近来应当安稳不少。当年多亏圣女的药方，老头子这双腿如今阴雨天当真不疼了。有药效便好，明日我再给您换个温和些的新方子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，干了。3年前你教我的沙盘推演之法，去年帮我全歼了东边的马贼，圣女受我一拜。北拓王，3年前的沙盘推演，在你北拓的地界上当然好用，可时移事变，河小鸡早就不是当年的河西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实话，圣女离了河西3年，河西早就不是当年的河西了。纸上谈兵的本事，放到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撑得住场面。你是对沈昭宁有意见，还是对大庆公主有意见？圣女这话就严重了，我不过是想确认一下，圣女的本事跟3年前比，是涨了还是退了？你想怎么确认？哼，比武就比骑射、脚力，你赢了，你所言所行我绝无二话；你要输了，就滚出河西！你疯了！你让王妃一个女子跟你比蛮力，你胆大包天！怎么，河西的女子哪个不会骑马射箭？她要是胆怯了，那就趁早滚！一个丧家之犬躲到河西，还想做王妃？我不同意！我想其他藩王也不会同意让你这般欺负人。多谢南六王，不过这次我打算跟西戎王比比。王妃万万不可！西戎王号称河西骑射无敌手，12路藩王无人能稳胜他，您跟他比太吃亏了。不是要比吗？我来，我的女人，我来护着。不用，演武场，我等你。有意思。沈姑娘有胆量，明知必输也敢上场，本王佩服。可是比武不是只看勇气，得有真正的实力才行。要是你现在认输，我放你一马。废话真多，这就是河西藩王的风范。给脸不要脸，真要输了，河西容不得你。拿弓。我这把弓300担的劲道，100米外可洞穿蛮牛。今天我们就比比500米。来人，给我吃头羊，放500米外的土坡上。你敢？比比准度即可，都给我用100担的弓。不用，区300担。去，给我拿500担的弓。咱们来比1000米。1000米，王妃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比的不是剑法，是运气。我复议，西戎王，骑射比的是功夫，不是赌命。500米已是极限，1000里万万不可。500道的弓反震的力道足以将手臂震裂。你们是比武，不是赌命。北卓王，这话你跟圣母说，1000米是他自己提的。殿下，这时候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去，拿弓。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大庆女子。听王妃的，给我那把500担的虎金弓拿过来。把羊放好，王妃这豪情让我热血沸腾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羊已经放好了。
羊放好了，我来给你打个样，好让你知难而退，省得丢人现眼。什么？4箭连射，这下沈姑娘要输了！等等，王妃这是要干什么？他准备用脚掌攻。西戎王的箭还在天上飞，他这时候射箭，难不成他想洞穿西戎王的箭？然后再射出山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要5箭齐发，这是人能做到的吗？穿过去了，他射穿了西戎王的箭。不是我老眼昏花吗他4只全给射下来了。不光是射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的箭还在飞。啊！5箭齐发，1000米，洞穿4箭，还射中了羊。大王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1000米射程，箭箭破敌。沈姑娘的箭术简直冠绝天下。我这辈子射了40年的箭，今天算是白活了。西戎王已是当世顶尖射手，没想到今日竟被彻底碾压。后生可畏，当真后生可畏啊！此等箭术，古今罕见。我输了一筹。别着急认输，还有第2场骑射，我等你。你倒是自信，但愿你等会儿还能有这般底气。好，第2场咱们比骑射火把，20只信鸽同时放飞，2人骑射追靶，各射10箭，射中多者胜。规矩简单，但有一点要求。条件你尽管提，我要是应不下来，当场认输。沈姑娘有气魄，这骑射自然要配好马。我这儿刚好有一匹上好的烈马，就怕沈姑娘没法驯服。尽管牵过来一试便知。来人，给我把乌云牵过来，给沈姑娘上马。乌云可是连杀了3个驯马师的那匹疯马。西戎王，你这是要王妃的命！沈姑娘要是觉得不能驯服，现在就可以认输。我说过会放你马。牵来。牵乌云。乌云还没认过主，你训得了就骑，训不了就赶紧认输。莫风，你们赶紧过去护着王妃，若有半点差池，你们就都不用活了。不好，沈姑娘要被牵翻下来了。沈姑娘要被掀翻了，她还死靠着马鬃，前蹄砸下来了，会被甩出去的。翻回去了，她借着那股力道卷回马背了。卷回马背又如何？黑马后蹄猛蹬，往后仰倒，她照样会被压翻在地，难逃一死。大庆的女人就是喜欢拖大。完了，沈姑娘会被生生压碎在沙地里的，快救她！等等，只要她能加紧，不一定会受伤。离地就剩1拳了，他硬生生把马的上半身掰回来了。他把马掰回来了。他拿弓做什么？
赶紧勒紧缰绳！他想找死吗？箭头对准了场边，他疯了吗？他这是准备直接射爆鸽笼。20只信鸽全冲出来了，他这是准备直接开始比拼啊！快看，乌云冲出去了！没想到这么一匹烈马，竟然被沈姑娘驯服了。他松开缰绳了，双手撑住前桥，双脚踩上了马鞍，在狂奔的烈马上站起来了。虎心弓撑开了，第一箭中了，第二箭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。马颠得这么厉害，他的上半身竟然纹丝不动。第6箭了，第7，第8，看他的手，虎口的血都顺着弓弦甩出来了，拉了15次满弓，他的手居然一点都不抖。16、17、18、19，最后一只飞得太高了，都混进日头里了，不可能射得中的。他拉满弓了。射中了，真的切中了！这是一个女人能做到的吗？驯服烈马，纵驰沙场，一人一弓，在疾驰过程中只用了20支箭，把鸽子全部射下来，百发百中，活了60多岁，半生戎马，算是真正开了眼界。我服了。西戎王，你要是不服，咱们继续比。就是啊，西戎王，要是我就不服，必须再跟王妃比上一场，要不然连输2场，这脸往哪儿搁？你给我闭嘴！不比了，我认输。没想到你这娇弱姑娘，竟有如此功夫。真认输了？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啊！你可是河西最能打的，你要是认输了，那以后跟王妃站一块儿可没面子啊！我河西藩王还做不到如此不要脸的地步。以后我为王妃马首是瞻。不必，你这种货色我还看不上。你还马首是瞻上了我的女人，用得到你吗？恭送王妃。上次下雨是什么时候？入春以后没下过。入夏以来呢？滴雨未下，我已经派人去查看水源了。光查看不够，草场枯了3个月后就没粮，没粮就养不起牛羊，养不起战马，更养不起你手里那10万铁骑。水源的事我明天亲自去查。不只是查，要提前囤粮，缩减草场放牧，把牛羊集中到还有水源的草场去。让南流和北决也照做。旱灾不是白错一城的事，是整个河西的事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大王，东边草场和西边为了抢一口泉口打起来了，已经出了人命。我这就去砍了带头挑事的。武力镇压解决不了饥渴，我去处理。都给我住手！东边的人偷我们的水，那口泉眼就在我们草场边上，凭什么算你们的？从今天起，河西各部落全部按配额取水，按人头算，按去万算，1碗水都不会多。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你再打下去，打死的人比渴死的还多。从此刻起，私斗者一律军法处置。可若是水不够分，大家一起渴死该怎么办？每家每户立刻报备人口和去头数，
明天各部落首领到王城来领水盘。陛下，河西急报，白茶百日无雨，导致草场及枯萎，牲畜成批倒闭，各部为争水源已发生数次械斗，白茶王城内乱在即。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河西最难打的就是补给线，戈壁千里运1厘米过去要吃掉3厘米。这场旱灾替我直接断了他们的粮。陛下圣明。传令下去，暗中集结5万兵力于河西走廊，粮草辎重先行，部队压后。陛下，此时贸然出兵，恐怕会逼得河西12国死战到底。我泱泱大国还怕河西死战到底？传令下去，即刻出兵，让赵御史率5000亲兵先去屠他一城，杀杀河西的锐气。找到了。你熬了一整夜，就为了找这么个破羊皮？这上面画着白茶以北龙侯山的古水脉走势。那山上连根草都不长，能有水吗？暗河在地下，不凿开看不见。圣翁留下的东西，没有一件是破的。这鬼地方硬得像铁，这都挖了3天了，根本不可能有水。别乱说，昨天大王亲自下坑挖了一整夜，你挖了3个时辰就喊累。挖再多也是石头，石头能出水吗？大王，坑底全是死石头，实在挖不动了。我下去看看。坑底太深，容易塌方，我替你下去。你看得懂岩层纹理吗？找到了，就是这一层。圣女，这是什么？岩层纹理和古籍上画的一模一样。砂石层是古河床的沉积，粘土层是不透水层。暗河就在这层粘土下面。大王，圣女说下面有水了。立刻传令，调集全军过来，给我往下凿。是。大王，您这身子还要不要了？昼夜不停，你1个月没好好休息过了。再凿2、3天就透了，只要水出来，弟兄们就能活。大王，您已经带人凿了整整1倍，休息会儿吧。她一个公主能下井，我凭什么不能？真的出水了！大王，快！大王晕倒了！积劳成疾，加上井下湿寒入骨，高热若是今夜退不下去，怕是要伤了根本。哪怕是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让他退烧。沈昭宁，18国城头我都刻着你的名字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把这天下都打下来刻一。救我的手，别跑！本王是不是死了？不然怎么会看到你？醒过来就贫嘴。如今灾情稳定，后方无忧，你我2人的婚事，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等你伤养好了再说。我这有什么伤？劳累过度导致的，只需休息半日即可。你看，本王现在壮得像头牛，别说成婚，就算是现在带兵去大庆打个来回都成。别贫嘴，把桌上的安神汤喝了，
成婚是终身大事，总不能由着你这般胡来。只要你点头，剩下的事情全交给我和下面的人去办。我是同意的，可是叛帝不会放过我的。我担心他迟早会打过来。我还怕他不打过来。如今我河西兵强马壮，诸位藩王齐心，区区庆国不足为虑。你点头了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我这就去让下面的人准备。急什么？能不急吗？老子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？白木峰，如果有一天沈元族真的打进来，要你用我换边陲诸部平安。没有如果，我这辈子就你一个，边陲诸部没了可以再打，你没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大人，疏勒城门已破，战士们浴血奋战，气势如虹，是否向白灿继续出兵？很好，清理干净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沈昭宁，你洗干净脖子等我，我必亲手杀之。传令下去，兵发白灿。龙侯山水渠一通，东部3镇的草场已经反清，再有1个月，牛羊就能回场。西部6镇的水源也稳了，今年冬天，河西不会再饿死人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各部落按配额放牧，谁多占草场，军法处置。待河西彻底安稳，我们便整顿兵马，主动出兵东征。大王是打算主动对上大清朝廷？沈元赛视河西为眼中钉，早晚必有一战。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我们主动破局。报，庆国兵法疏勒城沦陷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庆的兵昨夜绕过防线突袭苏烈，赵御史带兵攻城，苏烈已经没了。赵御史不得好死！传我命令，出兵围剿。大王，城外，城外怎么了？10万大军，黑压压一片，已经把白滩城团团围住了。来得好，他沈园林不来，我不日便准备打过去了。既然他敢打到河西，那就让他尝尝河西的刀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备战。沈昭宁，出来受死！沈昭宁，我亲自来了，出来受死！这就是杀你爹又逼你和亲的那个皇兄。他自己送上门。城下穿黄袍的，你踩的是我白赞城的地，我是大庆皇帝，你一个河西藩王，竟敢站在城头俯视我！皇兄，你带10万大军来河西，大庆老巢没人守了吧？我先灭了你这叛贼，再回去也不迟。 10万大军看着挺威风，可你没算算我为什么不怕？陛下大事不好，12路河西藩王全来了，少说有50万大军，咱们被死死包围了。不可能，河西藩王一向各自为任，怎么可能全听你们的？城下的大庆将士听好了。 现在放下兵器投降的，保你们活命；顽抗的，就给你们皇帝陪葬。谁敢退？我是皇帝！别硬撑了，你看看周围还有谁愿意替你卖命？白王爷说了，围而不打，耗死他们。大庆的兵从河西走廊运1粒米过来，要吃掉3粒米，他们耗不起。 让他们闻着，闻得着吃不倒，
这招比刀子还管用。又是西周，这都第几天了？别说了，有的喝就不错了。听说粮草最多再撑3天。谁愿领兵突围，去河西走廊搬救军？都说话！陛下，四面都被围死了。末将派人试了3次都没冲出去，河西联军把每条路都堵得死死的，连只鸟都飞不出去。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3年前那个跪在地上说臣女遵命的女人，她当时在笑，她分明在笑啊！我是皇帝，我怕什么？干嘛去？我想回家，大哥，我就是想回家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昨天李老李没熬住，半夜就已经咽气儿了。再这么耗下去，今晚死的就是咱们俩了。大清的兄弟们，锅里炖着肥羊，炉子上烤着糊饼，走过来就有肉吃。你们那个昏君自己躲在大帐里，是让你们在戈壁滩上饿死，别给他卖命啊！怕什么了？陛下说了，再挺3天必有援军，都给老子精神点儿！大人，连战马都杀光了，咱们连树皮都没得砍了，哪还有什么援军啊？还敢动摇军心，老子今天活劈了你！赵大人，您省省力气吧，弟兄们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拦我？你想造反不成？造反末将不敢，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帮跟着我出来的兄弟，连个饱死鬼都做不成。你敢动我？陛下诛你9族！弟兄们，10万大军现在就剩这几万人，这仗没法打了，我要活下去。想跟我走的，放下武器出去投降，咱们去河西大营吃口饱饭；不想走的，留在这儿陪陛下一起殉国。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你们这群叛徒！回来！只要你们留下来，我封你们做千户，赏黄金1万两。我是皇帝，雷霆5路皆是君恩，我让你们死，你们就得死。反了，全都反了！你们去哪里？天下都是我的，你们能跑到哪里去？没数，我还有10万大军，我是大清的皇帝。陛下，降了吧？昨夜连给您牵马的老太监都跑了，大营里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了。河西人放了话，只要不跟着陛下顽抗到底，现在走出去的人都能活命。我是皇帝，我统领天下兵马，怎么会被区区几个贼寇逼到这般田地？你们去把跑掉的人抓回来，告诉他们，我回宫后赏他们黄金1万两，封他们做万户侯。陛下，大清已经没有兵了，您自己保重吧。陛下这辈子算计了所有人，到头来连个给您收尸的人都没留下。来看我的笑话了！你那个白赞成的乡野村夫，怎么没跟着你一起耀武扬威？皇兄，大庆的10万精锐已经全线溃散，这一局你彻底输了。我没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回到京城再招募100万大军，一样能踏平你这河西的荒漠。你回不去了，12路藩王已经在营帐里商议怎么划分你的首级，他们连你身上的龙袍都不会放过。周宁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的亲皇兄，是大清的皇帝，你不能让那些贼寇杀了我。当年你杀我父亲的时候，当年你把我当作死棋送来和亲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也会有众叛亲恋的今天？我今天来，
只是想亲眼看看你失去一切的样子。现在我看完了。3年前那个跪在地上称臣的女人，她把我算计得一点不剩，终究是我输了。你胆子确实不小，敢带兵围我的城。成王败寇，我落在你们手里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一刀杀了你太便宜你了，卸去官服，暂押后诊。放肆！我是大清皇帝，你们不能如此折辱我！杀了我！你们有种就直接杀了我！把他看押在王城，让他好好活在白旗城里。这上面有血，全都是血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媳妇看见了。沈昭宁，你为何不直接杀了我？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本事？他已经彻底疯了，我们走吧。死很容易，像个废人一样活着赎罪，才是他应得的下场。走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可是全都没了。边关急报，河西50万大军已将边境合围，陛下被生擒，10万精锐不战而降。你这奴才敢在此乱摇军心！陛下御驾亲征带去的可是10万百战精兵，怎么可能连城池都没守住就不战他降了？河西大军拿陛下的銮驾做要挟，将士们投鼠忌器，根本不敢放箭。边关如今已经彻底失守了。边关一破便是一马平川，50万敌军若是长驱直入，咱们这皇城连半个月都守不住。连陛下都被敌军抓了，咱们在这里干耗着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连夜大开城门，逃命去江南避避风头。谁再敢言降言逃，本将手里的剑绝不留情！大庆绝不能就这么断送在咱们手里！尚书大人息怒，如今朝堂群龙无首，几位成年的皇子听论战全都称病不出，咱们就算想死战到底，也得有个主心骨。老夫倒是有个人选，去河西迎回先皇的嫡长公主沈昭宁，由她回朝主持大局。太傅大人莫不是急糊涂了？长公主已经被送去河西和亲整整3年了，她现在是河西名正言顺的王妃，怎么可能回来管我们大庆的死活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她愿意回来，当初沈元系杀害先皇篡位，又逼着她去大漠和亲，这满朝文武有谁站出来替她说过半句话？他心里定点恨透了咱们一群老骨头。若是把他请回来，咱们只怕死得比城破还要惨。太傅，公主毕竟是一介女流，就算回来了，又如何能挡得住河西这50万如狼似虎的大军？他体内流着先皇的正统血脉，只要他站在朝堂上，就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。大庆的军民自然愿意听他号令死战。更何况他如今在河西地位非凡，12路藩王皆对他心服口服。眼下只有他能让河西大军退兵。哼，太傅说的倒是轻巧。那河西王白木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谁敢去他手里把人给要回来？老夫亲自取药。太傅，您已经年过60旬，从大庆到河西这一路风沙骨寒，您这身子骨若是折在路上，大庆就真的全完了。我这条老命早就在3年前先皇罢邦的时候就该绝了。当年我教他读圣贤书，却没能在皇权更迭时保全他，这是老夫欠沈家的。我要把公主给请回来。若能为大庆换来一线生机，老夫这把骨头交代在戈壁滩上也值了。太傅大意，本将这便去营中挑选50名最精锐的亲卫，护送太傅连夜出城，奔赴河西。下官愿追随太傅，一同前往河西。下官也愿同去。公主，大庆乱了。太傅快请起，不着急，您慢慢说。几个皇子争权夺利，朝中大臣各自站队，百姓人心惶惶。再不回去主持大局，大庆就要4分5裂了。
您先休息，让我想想。你要回去？我没说我要回去。你犹豫了，你犹豫就说明你想回去。太傅是我小时候的老师，他亲自来了，我能不给他个面子？你别跟我扯面子的事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想回大庆？大王，怎么了？他要走了。王妃没说要走啊？他没说不走，就是心里想走。大王，您别自己吓自己。王妃对荷西有感情，对您也有感情，不会轻易走的。你不懂，大庆是他的家，那边有他的亲人，有他的臣民。他在这里算什么？一个外来人。他说他留下来，那是在帮我，那不是他自己的家。可您是她的丈夫啊，我们还没拜堂呢。你一夜没睡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去大庆找你，跟上次一样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追，你信不信？你一个人在这儿演什么苦情戏？我没说要走。你真不走？走不走是我的事，你先把酒瓶子捡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回去洗把脸，太傅还等着呢。那你到底走不走？你先洗脸。公主，只要您肯回去，老臣们一定全力辅佐。大庆还是您的。太傅，不回去了。公主，你不能不管大庆的死活。我不是不管，而是不能以回去当皇帝的方式来管。那您想怎么做？我想好了，大庆从宗室里选一个贤德的人出来做新君。我会以荷西王妃的身份跟大庆签订盟约，两国通商互市，荷西的铁骑可以为大庆提供保护。但是让我回去做女帝，不现实。可是那几个皇子都不是当皇帝的料啊！那就从更远的宗亲里找，实在不行，让大臣们公推。太傅，您回去转告大庆的臣民，大庆和荷西从今往后不是敌人，是邻居，是朋友。公主心意已决，老臣再劝也无用了。老臣替大庆百姓谢公主恩典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决定了？我不想你是因为我要留下来才求婚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求婚，得是你心甘情愿，不是因为我放弃了什么才感激我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？是挺麻烦的。行行行，我回头重新求。不对啊，他说重新求，那就是说之前那次不算。你虽然没有答应回去，但你给大庆指了一条生路。老臣替大庆百姓谢谢公主。您回去之后，让朝中大臣们好好选一个贤德的人出来做皇帝，不要再看血脉那一套。谁对百姓好，就让谁当。记住了。
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河西以后怎么办。什么怎么办？河西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？今年旱灾虽然扛过去了，但明年呢？后年呢？河西这个地方，3年一小旱，5年一大旱，总不能每次都靠凿井救命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想找一条能让河西老百姓吃饱饭的长远兔子，但现在还没想清楚，先走着看吧。你一个女人家操这么多心干嘛？有我在，饿不着你。我不是只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河西所有人。行，你想怎么干，我陪着你。圣女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别叫圣女了，叫王妃吧。叫习惯了，改不过来。这羊毛是好东西。好东西有啥用？咱们只会做成毡子，粗得很，卖不上价。这矿石含铁量不低。是啊，可是咱这冶炼技术跟不上，费了9牛2虎之力炼出来的铁，刀子还没大清的铁匠打出来的好使。这个香料的香气很特别，卖了多少钱？卖钱？这就是咱这边人自己熏帐篷用的，从来没卖过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写书啊？我在算账。河西有这么多好东西，良马、羊毛、矿石、香料，但因为路不通，没人知道，白白烂在地里。如果能把这些东西运到大庆，运到更远的地方去卖，河西就再也不用怕旱灾了。你说的轻巧，路那么远，路上还有马匪。有马匪就打马匪，路远就慢慢走，总得试一试。行吧，你说了算。我现在心甘情愿，你嫁不嫁？你这叫求婚，连个花都没有，连个跪都不跪。沈昭宁，嫁给我。你先起来，地上凉。不起来。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你这跟耍赖有什么区别？我没耍赖，我是认真的。从3年前你救我的那天起，我就是认真的。你先起来，我答应你。你快松手，肋骨都快被你勒断了。不松，好不容易抓住了，就绝对不能松。这辈子都不松。
你别高兴太早，我还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河西现在还不够强，老百姓日子还不够好，我不能光顾着成亲，不管这些正事。我想先把通商的路趟出来，等河西的商队能顺利走通了，咱们就办婚事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通商？我派兵护着商队，谁敢拦路我就砍谁。你又来了，不是什么事儿都靠砍人解决的。那靠什么？靠规矩，靠信誉，靠把东西做好。我听不太懂，你就告诉我该干嘛吧。你现在最该干的事，就是去找各路藩王通个气，告诉他们，我打算带着大家一起做生意，赚了钱，大家平分。这好办，明天就把他们全叫来。你先别急，我得先把计划写清楚，到时候拿给藩王们看。那你写吧，我不吵你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乖？因为你要嫁给我了，我得表现好一点。河西有良马、羊毛与矿石香料，如果能打通去大庆的商路，把东西卖过去，再把大庆的茶叶、丝绸和瓷器买回来，河西就不愁吃不愁穿。王妃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信她，我也信上次凿井的法子便是王妃教的，我信她。要不是王妃，咱们早渴死了。我之前跟王妃比过武，输得心服口服。王妃的本事我认，但这个通商的事儿，我有点没底。万一东西运过去卖不掉怎么办？你担心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们先小批量试，不用一次压上全部家当。那行，我跟着干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答应白沐风的求婚了，等商路走通的那天，就是我们办婚事的那天。大王可得好好准备，别寒碜了王妃。就是这个理，咱们河西的王大婚，怎么着也得连办个3天3夜。大王要是敢亏待王妃，我们12路藩王可都不答应。这还用你们操心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你看什么呢？在看路。路就在脚下，不着急。路还很长，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。启禀长公主，老太傅回京后，联合几位重臣，已经从宗禄中挑选了一位年幼的王爷登基为新君。新君登基之后，朝中还有不服气的宗室在捣乱，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恳请王妃回大庆坐镇，哪怕不登基，只要人回去，就能镇住那些宵小。大庆是生是死早与我无关，老太傅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想借我河西的事去平大庆的内乱。大庆来的行者把消息都传遍了，你要是想回去看太后最后一眼，也不是不行。不是我想不想回去的问题，大庆那个烂摊子就像个无底洞，那些宗室老臣现在是走投无路，才想起我这个嫡长公主。一旦我真的带兵回去镇住局面，他们肯定会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我拴在大庆，不让我走。可太后毕竟抚养过你一场，她如今眼看着就要咽气了，你要是真的狠下心不回去，以后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后悔？3年前她眼睁睁看着沈元凯把我撒上和亲花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会不会死在半路上？我现在若是心软回去，就是对不起当年拼死护我出城的那些人，
也对不起这3年来在河西流过的血。感情的事最怕算糊涂账，不管你做哪个决定，母妃都陪着你。母妃先别劝我了，让我再想想。你想回去看太后就回去，我不拦你。你之前不是最怕我回大清吗？怕归怕，但他是你长辈，快死了想见你。我要是不让你去，显得我太小气。你变了。没变，就是想通了。你要是真想走，谁也拦不住；你要是不想走，赶都赶不走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我本来就会说话，只是不爱说。我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他当年没有把我当亲人，现在快死了想起来我了。我不欠他什么，而且我回去了，大清那边又要折腾。新君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，我一回去他又该睡不着觉了。你不后悔就行。不后悔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不想再往回看了。王妃，圣翁回来了。师父，您终于回来了。都当王妃了，还跪什么？让人看见了笑话。您走了整整3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以为您再也不回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一大堆好东西。师父，看着还行，没把我的好徒弟饿瘦。师父您就放心吧，他现在一天吃3顿，顿顿都不落下。师父，您这3年到底去了哪儿？去了南海，过了大海那边有一大片从来没听说过的国家，地大物博，什么都有。他们那边产的香料，我们河西连1颗又找不着。这就是南海诸国，顺着海岸线一路往南，乘船走上几个月就能到。师父，这些罕见的好东西能运来咱们河西卖吗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这次不远万里回来，就是想把南海的商路彻底打通，让河西的货能卖到南海去，再把南海的稀罕货全运回河西来。这布是什么材料制的？这是南海那边一种树的树皮纤维，比丝绸便宜，但比麻布柔软，穿在身上凉快得很，非常适合咱们戈壁的夏天。你怎么又记上了？师傅大老远才刚回来，你让人家先喝口水行不行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他从小就是这个脾气，一碰到有意思的东西就什么都忘了。师傅，您说从咱们河西走海路去南海，这一趟来回得要多少日子？先走陆路到南海边上，快则2个月，再换海船，顺着季风一路往南，1个月不到就能登岸了。那如果我们把河西的香料和羊毛从陆路运到南海边上，再从海路运到南海诸国，换他们的珍珠、象牙和布匹回来，最后再从陆路运到大庆去卖，这一趟走下来，利润少说是成本的5倍。你算的一点没错，可我这把老骨头年纪大了，实在跑不动那么多趟了。师傅，您不用每次都亲自去，只要您把海图画下来，把路线标清楚，我自会去找最可靠的领队去跑这条线。跑商的事儿咱们先不急，师傅刚回来，先歇2天再说。是，师傅您赶紧先回房歇着，
明天我再去找您细聊。南海的珍珠与香料，大庆的丝绸与瓷器，河西的良马与矿石，这三地若是能彻底连成一线，河西就能成为天下商贾的必经之地。这里的百姓以后就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。我决定了，决定什么了？河西要走的路就是通商，卖我们的良马、羊毛与矿石香料，买他们的粮食、布匹、瓷器和药材，再把南海的珍珠香料运到大庆去卖。一条路穿3条线，河西站在正中间。听着挺大，你忙得过来吗？不是我一个人忙，师傅回来了，他懂航海，我懂做生意，你负责保护商队。12路藩王出人出物，大家分工干。你说了算，我就问一句，你说这个通商路什么时候能走通？快则1年，慢则3年。那咱们的婚事呢？你之前说了路走通就办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。通商和成亲不冲突，该嫁你的我还是嫁你。你这次不许反悔，绝不反悔。那我这就去找师傅看日子。你急什么？昭宁这回是真的安定下来了。这些年他吃了那么多苦，也该享福了。启禀王妃，家父年迈，实在无法长途跋涉，特命微臣送来大庆新君的亲笔信。新君登基不久，朝中还有不服气的宗室在捣乱，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恳请王妃回大庆坐镇。太傅说了，哪怕您不垂帘听政，只要您能回去坐在大殿上，就能镇住那些宵小之辈。王妃，大庆现在真的需要您回去主持大局。你这次怎么坐得住了？因为我相信你，你要是想走早就走了，根本不会等到现在。你真的长大了。你这话说的就像我的长辈一样。我本来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自然算你半个长辈。你回去告诉新君，大庆的事大庆自己解决，我能帮的只有通商互市，让两边百姓都有饭吃。至于大庆朝堂上的事，我帮不了，也绝不会帮。请王妃三思。就这么定了，来人送客。其实白天大庆来时跪在地上求你回去的时候，我心里不是不着急，我只是死死捏着拳头憋着没表现出来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连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，装得挺累的吧？累是真累，但是我后来看着你的背影，我就想明白了。你要是真想回去，我带兵也拦不住。你要是想留大庆，就算拿金山银山也带不走你。所以我干脆不拦了，省得你嫌我烦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想这么多事了？跟你学的。以前我就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莽夫，现在也会动脑子了。你现在还是会打仗的莽夫，只是没那么莽了。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你是我的。你这个人，说话越来越肉麻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我心里全都明白，师父不必为我担忧，这条路我想得很清楚了。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大庆的。大庆的朝堂上不缺我这么一个回去当靶子的傀儡皇帝，但河西的广阔天地缺我这么一个能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的人。哈哈，你是真的长大了，比我3年前走的时候要成熟的太多了。哈哈，这全都是师父您当年教的好。你可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就是个到处瞎跑的老头子，根本教不了你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不过南海那边我已经替你摸过底了，我联系了几家实力雄厚的大商人，他们对河西的良马和羊毛非常感兴趣。你这几天把你的通商计划再往细里琢磨琢磨，回头我就直接帮你去牵这根线。徒儿多谢师父成全。你我是师徒，这天下我不帮你，还能去帮谁？这正事交代完了，我就去城里四处转转。整整3年没回来了，我得好好看看这白杂城被你们折腾成什么样了。你爹要是还能睁开眼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爹他在底下该有多高兴。你们2位是昭宁在白三城里唯一的娘家人，最清楚他平日里喜欢什么。今天咱们背着他，把大婚的规矩定下来。昭宁这孩子平时不喜欢太张扬，但这次大婚也绝不能办得太寒酸了。她毕竟曾是大庆的嫡长公主，如今又是河西12路藩王共尊的王妃。大婚的嫁衣一定要选最正的赤红色，昭宁穿红色的衣裳是最好看的。你堂堂一个河西王爷，写出来的字怎么像狗爬一样？我自己能看懂就行了，你们赶紧继续往下说。昭宁口味偏甜，大婚那天的宴席上得多备些大庆口味的蜜饯果子。他平日里最喜欢摆弄花草，河西这地方虽然花少，但你可以提前派快马去南边运些鲜活的花卉过来，摆满整个王宫。这几条全都记下了。迎亲的仪仗和接亲的规矩上还有什么讲究？那些繁文缛节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。到时候在大殿上拜堂，可别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。我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眨过眼睛，怎么会因为拜个堂就紧张？上阵杀敌跟成亲娶媳妇儿可完全是两码事儿。真到了掀盖头的时候，有你手抖的。绝对不紧张，我准备了整整3年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出错的。那新娘子红盖头上的花样，是用金线绣龙凤好，还是绣鸳鸯好？自然是绣龙凤呈祥，这种大日子绝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那嫁衣就找全河西最好的绣娘连夜赶制，必须把最漂亮的凤凰全绣在上面。只要你肯花心思挑好裁缝和料子就行了，其他的规矩交给我们姐妹俩去操持，你千万别自己瞎琢磨，弄出笑话来。红盖头要用最好的丝绸，绝对不能委屈了她。你放心吧，我找的是全河西手艺最好的裁缝，料子也是专门从大庆运来的。就是时间太久，你得自己盯紧一点。我天天都在这儿盯着，这时候站起来比上阵打仗还要累。白沐风，你其实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，
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直接说就行了。什么偷偷摸摸的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婚礼的事，我全都知道。你竟然全都知道了？我都知道了。那你刚才还故意问我？我要是不主动问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瞒着我？我本来是想大婚那天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的是最后一天才知道才叫惊喜。你提前这么多天就开始四处走动准备，难道就不怕中间露了馅儿？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会说谎，露馅就露馅吧，反正你既然知道了，就得帮帮我。你觉得红色的盖头好，还是粉色的盖头好？自然是红色的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。那行，咱们就定红色的。遇到风沙，千万不要硬闯，找个沙丘背面趴下，等风停了再走。如果缺水了，沿这条河道往东20里有一处暗泉，到了地方找码头上一个姓龙的商人，报我师傅的名字就行。谈价钱的时候务必沉住气，不要让人觉得咱们招机突手。你交代的比我上阵打仗还要细致。打仗打输了还能跑，做生意做砸了，丢的就是信誉。信誉一旦丢了，就再也捡不回来了。请圣女放心，人在货在，人不在，货也在。以后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人永远排在货前面。你们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趟来回少说得3、4个月，你心里急不急？急也没用，就在这里安心等着吧。你确实比3年前沉得住气了。3年前我还是个任人摆布的小丫头，现在自然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了？外面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带出来的大庆兵马早就散了，投降的投降，逃命的逃命。沈昭宁呢？他怎么不来？他连看我笑话的兴致都没了吗？王妃忙着打通边陲的护市商路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谁有空搭理你这个谋逆叛主的人？谋逆叛主。当年我与先主一起谈论兵法，驰骋沙场，君臣之间何等契合，大庆的基业也有我的一半心血。既然君臣契合，你又为何受权势蛊惑，夺了他的大权？你对先主痛下杀手，还把他的亲骨肉像弃子一样发配边陲，这就是你的心血。是我被权势蒙了眼，是我背信弃义。你这副德行，连我一个守卫都觉得可悲。王妃留你一条命，就是要让你清醒地看着自己究竟有多失败。吃你的饭吧。哼。我害了他的父亲，夺了他的家，他反倒留了我一条命。昭宁，沈元烨在冷殿里关了那么久了，你当真一次都不去看看他？我不想看他。
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曾是你们沈家的宗亲长辈，他现在落得这个下场也够惨的了。你去看他一眼吧，也算料却一桩心事。我去看看他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沈园林，我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看到我现在这副鬼样，你心里是不是很得意？谈不上什么得意不得意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你自己作出来的，不是我害的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，大庆那边已经推举了新的掌权人，大局已经彻底稳住了。有了新的掌权人，这挺好的，肯定比我强。我本该恨你入骨的，可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恨你，还是该觉得你可怜了。外面风大，你赶紧穿上。你都不问问我刚才在里面跟他聊了些什么？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你要是不想说，我问了也是白问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太狠心了？就这么把他关在那冷寂的沸点里，不管不问。你居然跟他讲狠心？当年他要杀你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他自己狠心？你说的对。你别再胡思乱想了，他那是自作自受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我绝不是心疼他，我只是觉得权力这东西实在太害人了。好好一个人夺了大权之后，竟然变成了那副模样。那你就别去争什么大权，老老实实当我的王妃就挺好。你倒是挺会找机会说好听的话。我不光会说好听的话，我还会做实在的事。走，我带你吃烤羊肉去，刚从炉子上拿下来的，绝对热乎着。怎么又是吃烤羊肉？不然呢？咱们这戈壁滩上还能给你变出一条活鱼来不成？王妃大喜，咱们的商队顺利抵达南海边上了。那边的商人极为喜爱河西的香料和羊毛毡子，用粮食、布匹和珍珠换了满满一堆货。领队现在正带人往回赶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领队命属下先快马回来报信，说预计再有1个月就能赶回白瓷城。看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。我当然高兴了，这一趟只要顺利走通了，以后咱们河西就多了一条源源不断的活路。那咱们的婚事是不是也该赶紧办了？你可是亲口答应过我，路走通就办的。你再耐心等几天，等商队把货平平安安带回来了再说。那商队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已经很快了，最多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操办，这次你绝对不许再往后拖了。好，这次绝对不拖了。
你这个夫君别的本事我还没看出来，但这跑路的功夫确实是一绝。师傅您就别取笑我了。我说的是大实话。既然商队快回来了，你赶紧准备怎么接货，跟12路藩王分账吧。这块金凤的显得贵气，那块银凤的素雅些。你看看，到底选哪个做嫁衣？王妃，商队到城外了，骆驼驮得满满当当的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。你慢点跑。你天天盼着他们回来，现在怎么站在这儿不动了？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，这条路居然真的被咱们走通了。王妃，我们活着回来了。南海的商人发了话，河西的香料他们有多少要多少，价钱全都好商量。辛苦你们了，赶紧卸货，我要看看都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。好东西，全都是好东西。今天看到那么多货，高兴坏了吧？不是高兴，是心里彻底踏实了。以前这些都只是我画在纸上的路线和算在心里的账，今天算是实实在在的摆在眼前了。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我活了50多年，头一回见着南海的珍珠长什么样。我回去就在矿山上多开几个矿洞，这么好的生意不多出点货，实在说不过去。王妃说话算话，我彻底服了。这只是第一趟，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，不仅要往南海走，还要往大庆和北边的草原走，把河西的货卖到四面八方去。以后3路商队同时出发，各走各的路线，定期回城交账。这女人确实厉害，比我这个当王的还要能干。都等一下！现在路已经走通了，咱们的婚礼到底什么时候办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问，省得你到时候赖账。王妃，您就赶紧答应了吧，大王都苦苦等了3年多了。是啊，这都3年了。再拖下去，王宫里的耗子都要成精了。大王要是再不成亲，我们几个可就要帮忙抢亲了。行了行了，办，立刻就办。那你给个准日子啊？下个月初8，我已经让淑妃看好日子了，那天是个黄道吉日。你居然早就看好了？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心里着急？我也急，
只是我平时不说而已。都笑什么笑？你这个人真是的，哎，你早点把这事儿说出来不就完了？害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正好，你可以多想想婚礼上到底该说些什么话。我拜堂的时候还要说话？拜堂的时候当然要说话，至于说什么你自己去想。启禀大王王妃，沈元凯在冷田里反复哀求，希望能见王妃一面。他说有先主留下的旧事要当面交代。这种满腹算计的人，直接将他驱逐出城便是，何必理会？关在冷殿里，反倒让他有了逃避现实的借口。那你打算如何处置？3年前，他将我发配边陲，让我独自面对着戈壁风沙。今天，我要让他也去走一走那条路。这倒是比关着他更妥当，让他自己去尝尝民间的冷暖。我去见他这一面。既然都要遣送出城了，见他做什么？他既说有旧事交代，我便去听听，也让他彻彻底底的断了念想。那你提着酒去干什么？这是我父亲生前最爱喝的清酒。喝完这碗断义酒，他便再与沈家毫无瓜葛。王妃，东西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随时可以提人出城。把门锁打开，你退到外面去守着。起来喝口酒吧，这是你在白随城的最后一天了。你居然还给我带酒了！小时候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过节你都会来陪他喝酒。我当年在旁边偷偷看着，一直觉得你们君臣之间的情分挺好的。那时候确实是那时候，后来一切就都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只是你变得实在太多了。你心里还是恨我吧？我不恨了，恨你也改变不了当年发生的事儿。赵宁，我对不起你父亲，我也对不起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做个好臣子。离初八的婚礼只剩最后7天了，咱们最后一次把流程对一遍，绝不能再出半点差错。这可是河西最好的裁缝，整整赶制了2个月才做出来的，你仔细看看。你摸吧，这料子结实着呢。你这字算是有进步了，至少能让人认出写的是个什么字了。那当然，
我为了这本册子，已经偷偷练了好几天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上阵打仗是这世上最难的事儿，现在才知道娶个媳妇儿比打仗难多了。这是你在咱们这偏谍住的最后一夜了，明天你就是大王，名正言顺的王妃了。以后要是白沐风敢欺负你，你就立刻告诉我。我虽然打不过他，但我绝对能站在院子里骂死他。娘娘放心吧，他不敢的。这些年，我们几个从大清的深宫一路走到这河西的戈壁，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。没想到最后，反而是你过得最好。你们现在不也都好好的？淑妃娘娘学会了养蚕，贵妃娘娘学会了织布，连昭华都会骑马了。阿姐，我明天能不能直接骑着马去参加你的婚礼？绝对不行，你明天得穿正规的裙裳，骑马太不方便了。沈昭宁，沈昭宁，沈昭宁！你这个夫君可真是一天到晚都不消停。咱们别理他，咱们继续聊咱们的。好日子。娶亲得讲规矩，你得先敲门说两句好听的，才能放你进去。门外站的是谁？大清早带这么多人来干嘛的？我是白沐风，我是来娶沈昭宁的。这可不行，你必须当众说两句好听的才能开门。沈昭宁，你赶紧出来吧，外面有刚烤好的羊肉。你可别在外面丢人了，我这就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新娘子怎么还自己动手掀盖头了？新郎官，别傻看了，新娘子长了腿跑不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你走慢些，我盖着盖头看不见路，根本跟不上你的步子。对不住，我太紧张了。我盖着盖头看不见路，你什么都看得见，你到底紧张什么？我怕走快了踩着你的裙摆。南路王，大王今天不可趴下，绝对不准走。对对对，必须喝到底。大王，我单独敬你一碗，你要是以后对我们圣女不好，我还是会拔刀跟你比第二场武的。
这辈子都不会给你那个机会的。微臣仅代表大庆新君，贺河西王与王妃大婚之喜，愿两国永结盟好，世代通商。回去告诉新君，大庆和河西以后就是好邻居，将来若有难处，河西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是是。你今天真好看。你喝多了，赶紧躺下睡觉。我没喝多，我说的全都是大实话。3年前你站在城墙上说要马踏大庆娶我，我当时以为你只是个小孩子在说大话，没想到你今天真的做到了。你当时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在吹牛？是有一点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觉得我不是在吹牛的？大概是你单枪匹马冲进屯院把我救出来的那一次吧。你那时候胳膊上流着那么多血，居然还敢嘴硬说自己不疼。那时候要是在你面前喊疼，那得多丢人。以后在我面前就不用装了，疼就说疼，想哭就直接哭，我又不会笑话你。我以后也不会笑话你了。你今天拜堂的时候双腿发抖，我隔着盖脖可全都看见了。哎呀，快别提了，今天这脸丢得太大了。睡吧，明天咱们还有很多账目要对。新婚第1天你就让我起来干活？你要是不想干活也行，那你就在床上继续紧张吧。还是你赢了。你这一大清早干嘛去啊？这么多年的深宫习惯改不掉了。天都亮了，该起来看账本干活了。今天是咱们新婚第1天，什么活都不许干。你昨天在众人面前不是说以后全都听我的？那也得让我多抱一会儿再说。恭喜大王王妃新婚大喜！你们一个个大清早跑来干嘛？这不是怕你们俩偷偷跑了，我们特意来堵门的。大家都进屋里坐吧。昨晚你们俩睡得好不好？睡得挺好的。你这脸都红透了，还在这里嘴硬。你们2位就别逗他了，他这个人脸皮薄。阿姐，你以后是不是就不能随便陪我玩了？当然能，以后你想来随时都能来。你阿姐的家永远是你的家。王妃，这大婚才刚过3天，您就把我们召集过来。可是呢，第2趟去南海的商队该出发了，下个月初就出发。这次我们要多派几支商队，兵分3路，一路去南海，一路去大庆，一路去北边草原。去草原的那条路不好走，冬天太长，雪一封山，骆驼就彻底过不去了。所以必须趁着秋天赶紧走，务必赶在冬天大雪封山之前回来。王妃，我觉得我们12路藩王应该自己开作坊，
我们自己把羊毛纺成布，把矿石炼成好铁，这样卖出去的价钱更高，不用光靠卖那些便宜的原材料。上次第一趟商队回来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，咱们的香料绝对是上等的，但包装实在太粗糙，根本卖不上南海那边精品的价钱。如果能在白塔城里自己加工包装一下，利润至少还能再翻2番。你这个主意出得极好，我回头就跟师傅仔细商量一下怎么建这个作坊。最近商队按时来回，作坊的地基也打好了，这白杂城的日子总算是彻底安稳下来了。赵宁，师傅在河西待的日子够久了，该是时候动身走了。师傅，您还要去哪里？我想再去南海一趟，这次我打算多带几条大船，往更远的海域走走。上次只走到了南海边上，这回我要去看看海的那边到底还有什么。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再到处折腾了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走得动，趁着现在还能走，就得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等我将来真的走不动了，我就回来白杂城找你养老。您的脾气向来最倔，我知道我是肯定劝不住您的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走？下个月初，我直接跟着去南海的商队一起走，路上互相之间也能有个照应。师傅，您出去看够了，就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傻孩子，我的关门弟子就在这河西当王妃，我不回这里还能去哪儿？师傅，我敬您一碗。白木峰，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徒弟就交给你了。你要是敢对他有半点不好，我就是老到走不动了，也要从南海爬回来找你算账。师傅，您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对他比对我自己的命还清楚。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这匹老马3年前陪我走了一趟河西，这次又要跟着我受累了。南海那边冬天风浪大，您在船上一定要把这件棉袄穿上。我的小徒弟是真的长大了，如今当了王妃，再也不用我这个当师傅的跟在后面操心了。我以前在白杂城外流泪，全是因为心里觉得苦。我这次掉眼泪，是因为实在舍不得您走。别哭了，明年这个时候我就跟着商队回来了，到时候师傅给你带南海最大的珍珠，拳头那么大的那种。您说话必须算话。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师傅多保重，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别看了，师傅明年这个时候就回来了。我心里都知道，我就是看着他走，觉得舍不得。那你就多想想他明天给你带回来大珍珠，现在高兴点。你这个人就是不会安慰人。我怎么不会？走，我请你去吃刚烤好的羊肉。怎么又是吃烤羊肉？跟我走。
好东西就是天天吃也不怕重复。才短短半年的时间，这白舍城的主街上就挤满了大庆和南海来的这商贾。你看，街道两侧新开的那些商铺，全都挂上了护市的招牌。成群的骆驼在街边卸货，都快把路给堵严实了。你这么寸步不离的跟着，连个推车都要防着，你不嫌累吗？不累，这街上人多眼杂，要是冲撞了你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一碰就碎的瓷器，当年我可是能拉开500式重弓的。就算你能拉开1000式的弓，在我心里你也比稀世瓷器还要金贵100倍。赶紧把这碗羹喝了，这是用南海刚运来的花蜜熬的，最是滋养人。他今天在街市上走了许久，你们再去库房挑些上好的安神香给他点，别让他累着。你瞧瞧他那个样子，堂堂一个威震各部的大王，倒成了个天天围着媳妇儿转的随从。大王，你今天都已经问了8遍他累不累了，咱们这王宫里的人都快被你给烦死了。你们根本不懂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人娶回来，自然的处处捧着。